那现在的话，唱歌的最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？推动力对，现在就是喜欢，没别的。其实没有粉丝，我也会继续做这些事情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一直没有一个特别的心愿，或者说特别想做的事，除了唱歌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立的 flag， 好像差不多都实现了。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达到目的了之后，我就要回去做导游了。这个后路呀？不知道，再看吧，未来的事很难说。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坚定，我想要做一个歌手，我想要唱歌？其实是家里影响，因为我爸特别喜欢泰国的一个男歌手，然后呢，他就会买，之前不是那种带嘛4角的那种，很厚的那种碟，从他的第1年演唱会到现在他都有。就是因为他很喜欢，然后有可能就是他动不动就去看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也有可能看了之后就哇，他拿着麦应该挺帅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小时候我的记性也没有那么清楚了。我就是那个不会发声，但是呢会拿各种东西当做麦，有什么手电筒啊、遥控器啊、筷子啊、勺子啊这些。支持，特别支持。只要我喜欢，不是坏事儿，他们都会支持我去做。就像唱歌也是，虽然就当时他们支持我，让我想走这行的时候，虽然他们嘴巴说的支持吧，其实他们心里有点是不愿意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走这一行很累。男生就还好，但感觉女生就会更辛苦一些，这样。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很愿意，但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喜欢，所以就支持了我。那时候大概15岁吧，我当时在福建参加了一档比赛，拿了第5，刚好那位经纪人是台北那边的，所以呢他就有邀请我过去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机会难得就去吧，跟他待了一段时间，待了大概1年多快2年吧，然后后面就离开了，然后去参加什么星光大道啊这种比赛，对，结果就是没表现好，所以就离开了，然后就好好的上课。我本来是想说，就是上完这1年我就回家，然后继续过平常的生活。当时就运气很好，经纪人就来选人，然后选到了我，然后就签进了可米。那时候是在高2的时候，踏进了这个圈子，才知道说，以前呢，因为梦想大家都只想着说我可以去完成它。很少人会去想说会遇到什么问题，或者说会遇到什么坎坷，只是觉得说我喜欢就去做就行了。其实不是那种想的那么简单，就还有很多现实问题也好啊，或者说自己的能力问题也好啊，自己的长相问题也好呀，什么巴拉巴的一堆。就我又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后路，假如我有一天被大家认识了，我有一个知名度了，我总有一天我也会掉下来。就是我觉得艺人的那个幅度跟 graph 是这种的。突然你有可能就出来了，突然你有可能又不见了的那种状态，所以我就给自己留了个后路，就说还是得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才学了旅游管理系。你从出道就用的就是Sunny这个名字，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这个名字？其实这名字是我的老板给我取的，他问我的英文名叫什么，我说是叫妮妮 ，N-E-E-N-E-E，对，刚好是我的泰文名。然后他就说，看起来我也挺阳光的，挺活泼的，那就叫 Sunny 吧。但是叫 Sunny 的那个 NY， 其实有很多，因为我这老板是个艺术家，他说那把妮改成你那个泰文的妮，所以就变成了Sunny。你刚开始过去的时候嘛，也不是短发。
刚刚听从经纪人的建议，就是剪了这个短发，你有抗拒过吗？我接受，就我很想尝试短发。就是我之前在留长头发，小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到一个一定的年纪，到一个大概的年纪，我要去剪个头发，就是我要去剪短，就剃一边。那个时候是那个邓紫棋老师，她不是这边全剃掉嘛，然后这边就留下，我就觉得哇，那样太酷了，我就想说，一定要做一下，我不能一辈子都留这样的长发。虽然剪头发的那一天我还是哭了，因为其实毕竟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留长发嘛。但发现剪了之后，哎呀，好看，清爽，我就喜欢了。它让我的轮廓也好，然后让我的感觉也好，都变得很有气场，很有气质。反正剪短发了之后，大家就挺喜欢，就会很喜欢，然后会接近我，跟我聊天。我长发的时候就不太有人理我。那你的性格很容易跟人家就建立朋友关系吗？你把你的生活我都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事情说出去了。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。对，因为我很相信的一句话，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得到对方的信任，你也要让大家觉得你能信任。对，将心比心很重要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没有必要跟你遮遮掩掩，我就想做真实的自己，我也想让你知道，就是我在我朋友面前我是个透明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隐藏，也没有必要去隐瞒。在这普通的一天，我穿着普通的鞋，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，感觉到爱就在身边。作为音乐的力量，现在起不停。我有看你的社交平台嘛，在101前后，你讲话的那时候你说的比较多一点，肯定记录很多心情。后来我觉得就会简单一点，发现是这样的。人总归要长大的，不可能永远活在18岁。也加上就是生活的变化，也加上自己的成长。那在发文的时候也要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发现，之前的我太喜欢写故事了，就有可能我今天干嘛，我就全部都写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应该换一下。有些人会愿意去看你的故事，但有一些人就会有可能好长哦，好垮掉之类的。对，所以后面就变成说说个心情，简单明了一点，也加上中文好了，也知道很多单词了，所以就用简单的单词去概括今天的故事与心情。那你不是会有写那个备忘录吗？更多是写工作的东西，就是我会记录每天工作的状态跟心情。其实也是很简单的话语，除非就是有可能今天的感触特别大的时候，我有可能会写多一点。我之前在还没有参加创造101的时候也会写，但是我参加创造101结束了之后，进入火箭少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得有个标题，然后我就会写火箭少女出道的第几天，今天是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，我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。然后呢，现在火箭结束了，我就想说得有一个标题，什么样的标题呢？想了想，独立自主。因为我其实在从出道的第一天，我就是以一个团的形式，一个女团的形式一直在工作，然后在这个圈子嘛，近期才开始就是独立工作，所以就独立自主的第几天干了什么，今天怎么样，真开心，真快乐，真难过，什么什么都会有。夏日的风继续吹，勇敢释放独特美。我希望明年2018年能出一张专辑，圣诞老公公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礼物。17年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有一个直播，你说18年的愿望就是发一张专辑。其实呢，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忘了，我都忘了我有许过这样的一个愿望，还在直播，有点丢脸。那现在实现了18年的愿望了，毕竟，等自己的个专也是等了很久了，所以就终于拥有了的时候，就会很兴奋，很开心，但也一方面有点担忧，因为毕竟就是第一张专辑嘛，还是希望被大家认可的。因为我这一次做的这一张专辑是完全没有考虑市场，也没有考虑就是大众的喜爱度，我更多是想要让大家认识到我这个人，认识到我的音乐，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独立、很独特的一个东西，
你看，像有一些人喜欢嘻哈，有些人喜欢 R&B， 有些人喜欢 Jazz， 有些人喜欢什么巴拉巴舞曲。如果大家有去了解心理学这个东西的话，其实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听什么样的音乐，大概就知道他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个性。那现在这个发专辑就一直来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，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愿望吗？我自己立的 flag 好像差不多都实现了，其实就差一个个人演唱会。这是最后一个，我觉得差不多达到目的了之后，我就要回去做那个导游，对，我就要回去做导游了。这个后路呀？不知道，再看吧，未来的事很难说。年之后你肯定还在这个圈，也不是说，那你希望大家怎么评价你？我应该是希望就是提到伞丽这个人，大家都会笑，有作品吧。我觉得有作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对我来说没别的。就是因为我相信，如果作品好的话，未来会更好。我不小心被你看到，会不会送你一份美好？看着我的You 20 no 了，没了。我感觉你是一个很阳光，很少给大家看到你痛苦、悲伤的一面。其实大家对艺人甚至爱豆的一个定义呢，就是你们没有坏的地方，你们只有好的地方。不能这么说，应该要说你们只能有好的地方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偶像，应该要给观众还有喜欢你的人带来正能量，就是你存在才有意义。对，如果说你只会给人家悲伤难过的事儿，那你还不如不做艺人，你就做普通人就好了。什么情况下你就不生气？我会生气，就遇到不公平的事儿的时候，因为有可能是我是一个天秤座，所以我对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是平等的。就像我之前在采访的时候，我也有说，我希望这个世界黑白是平等的，好坏是平等的，这才是生活嘛。就如果好的特别多，坏的特别多，或者说白的特别多，黑的特别多，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的生活。我觉得杨钰晴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很敏感、很单纯的小孩，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在过着每一天的生活，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他也是一个会哭、会笑、会生气的一个普通人，也会有开心的时候，也会有丧的时候。他的心很脆弱，但是也很坚强。他是一个很需要人陪伴，跟需要人照顾，跟需要人给他安全感的人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对他好一点。